1月11号司法节，台湾民众党全国总动员。今年1月11号，民进党没有资格庆祝司法节。1月11号的司法节是人民站出来，对民进党、对赖清德发出怒吼，集结。我们现在看到北检在做的就是柯文哲呼吸有罪，柯文哲用通讯软体有罪，柯文哲连开会都有罪，都是串供。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荒谬。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是小五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颖夫，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好，那在经过了昨天晚上一番的论证，好，昨天北院再开羁押庭，最后的结果。柯文哲、沈庆金，然后包括应小薇，包括吕文忠4个人全部收押禁见。那当然你也看得出来，包括民主党的反应，包括黄章总召当下的反应，甚或他们就直接号召要在1月11号那天，因为那天是司法节，那天要定狗机 ，OK， 要全国人民大集结，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的声援。好，但这整个来看，今天的节目里面，大家把昨天包括过程当中，还有在攻防之间所有的一些。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法院那同一组法官会做出像这样子前面交保，现在羁押的一个理由？那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创下北院当然有公布羁押的一些的理由，他有一些的看法。那在这里面未来来看的话，这整个案子因为是同一组法官哦，黄国昌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第一个同一组法官你们到底受到什么压力？另外他讲的一个重点是，连高院发下来的法官他都去看你以前的。裁定为什么你以前的裁定跟现在会不一样？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今天早上呢，阿北对不对？对，所以土城看守所也要喊一声阿北回来了，阿北又回来了，对不对？柯文哲经过这个快1个礼拜，自由的空气之后，还是又被羁押，而且这一次回去至少3个月，而且以他的表现，恐怕还不止1次3个月。所以阿北又回来了，然后当然幸好他不是成为梦获，只有3进3出，没有7进7出。那昨天呢，就是。地院、北院再重新的再裁定嘛，然后里面呢，其实你刚讲说，黄国昌在问的问题是，北院也在问一个问题，我都已经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让我明月照沟渠呢？我要再帮你讲话，我都没有机会了。就我前面让你交保了，对，我让你交保了，我叫你说真实可饶了，不要跟证人合作了，结果你还要去直播，你还要去开中央委员会，你这些动作，你让我怎么交代呢？所以高院就直接下来了，你怎么确保？他不会逃亡？你怎么确保他不会串证？这已经变成是高院问北院说，我给你一个答案，你要答，所以他最后只好这里面有一句我觉得特别的。基于尊重审级制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高院都已经讲了，然后再过来的话，那这一次呢就好啊，一一的跟你讲6大理由。第一个有没有逃亡的可能，用的是高度逃亡可能，然后再过来是仍有，因为刑责可能很重，所以呢增加被告逃亡之可能性，而且又讲了沈庆金啊，你柯文哲这些人啊，李文忠这些人啊，应小薇这些人，你们4个人。有较强出境后在海外滞留不归之能力与资源，然后里面呢特别点了，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本来柯文哲不是要去美国演讲吗？对，然后陈佩琪内政有讨论说陈佩琪是不是也要出国？8月那时候是8月，我记得就被搜索的前一天嘛。然后后面的时候在起诉书里面呢，柯文哲称其有安排陈佩琪子女一起出国，那后面这句话就变得是让人高院觉得要讨论一下了。有出国躲避、国内纷扰等语，那国内有什么纷扰？要躲避什么？那你现在不就这个状况吗？然后后面又讲了，陈佩琪对外宣称从医良久，有资历购买上亿房产，这也是陈佩琪公开讲的嘛。那你既然在国内可以买，美国的房子比台湾便宜多了，所以在国外当然也会认为说自有生活的能力与资历，然后因此呢，逃亡的可能性。我就算给你加了电子脚镣或什么，但是你们的这个力量，还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保说你不跑这件事情。然后再过来呢，有深厚之政治及经济实力，
然后呢，刚刚讲到应小维，那就讲到了你们已经案发了，你有没有在案发之后有这些灭证串证的行为？有嘛？所以又讲到柯文哲跟葛树人的对话记录，然后要把过去一些莫名其妙的简讯给删除，然后里面又提到了，就是高院有问啊，现代的通讯设备，里面就拿了沈庆金跟应小维，你打另外一支电话给我好不好？我们用微信，代表着有还不为人知的私人的隐秘通信，那这个有另外一只手机，对，有另外一只手机或另外的像什么Signal啊或什么，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呢。然后呢，再过来是蔡壁如比较高兴的。因被告与陈志涵之赖的记录里面说要控视觉，所以这一次不是蔡壁如了，是陈志涵，你的赖也没有删干净嘛，所以你看控视觉现在是陈志涵成为了裁定书里面的女主角之一，然后呢后面的话又讲到了副市长，当然就讲黄珊珊嘛，请黄珊珊去联络彭正生什么什么的，所以代表了你的实质影响力通通还在，因此最后高院决定。不，地院决定，不对，好，把你羁押了。然后羁押之后呢，柯文哲的表现呢，你在这个时候，你又会觉得柯文哲在法律面前哦，真的是他上一次在侦查庭被第二次的时候，不是讲的吗？完全目无法律嘛，视律法为无物，视律法为无物嘛。你在上面的时候，你直接的呛北检。你要关我就直说嘛，然后人家北检的动作就是要关你嘛，北检动作做得这么大，做这么大，你就直接讲明了嘛，对不对？你还要这样子去呛，你以为这样子你可以发挥吗？然后你出来之后又要开直播或什么东西才能呈堂证供，你这个状况就不够聪明。你可以够聪明的话，前面的时候高院已经基于刑事诉讼法新的当事人主义，已经给你一些空间了，结果你自己浪费了这个空间，所以被关起来了。而关起来之后呢，现在呢？如果柯文哲聪明，其实你从前面高院，因为根据周刊所讲，北院也问了北检2次吧，你们有资料就不要这样子，大概文章是说不要像挤牙膏，也是可能对北检有点意见。那如果有点意见的话，也许你柯文哲聪明一点，乖一点，可能最后判的话不会28年6个月。可是你这样子搞法，北院怎么给你再找到空间，给你少判一点呢？然后当然另外的话呢？当你一个柯文哲现在已经这个情况之下，你黄国昌一定要展现，我还是心中有雇主嘛，然后所以要去呼喊嘛，1月11号大阅兵嘛。可是这样一个阅兵之下的话，我相信柯文哲心里一定是心里在滴血，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讲话。OK， 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人都在问，可能问的跟黄国昌的讲那些话一样，尤其少少会问说，到底。上一次交保到这一次中间出现了什么的变化？是检方提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还是在过程当中，包括阿北他们做了什么样一些事，会让包括高院要发回，然后北院会做出最后羁押这样的一个裁定。而过程当中，刚才创家有提到，洪章总召现在是民众党的代理党主席，那这代理党主席。在过程当中，包括唱了高院发回的法官以外，也直接讲了包括地院的法官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些改变，那个震惊。让你听看黄国昌怎么说的。来，那刚才是黄昌代理主席呢，在过程当中，那当知道了最后结果以后，发表的一些的谈话，而这里头呢，在所有的谈话里面，提到抗告这件事情。那今天。柯文哲前主席他的律师，然后在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问要不要抗告，他已经点头了。OK， 那显然阿贝已经同意要提抗告。那抗告以后到了高院，2个结果，如果高院发回，就大家再来一次。OK， 就你看到这些阵仗再来一次。如果高院驳回，那就表示柯文哲主席在看守所里面，最起码在审理期第一次3个月，那恐怕最长的话。可以羁押到15个月，因为后面他所犯的罪是10年以上的重罪，然后地检起诉是28年6个月，所以最多可以延长6次，一次2个月，加起来最多到15个月。可是，在过程我就讲，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了解，透过今天现场所有的来宾，到底过程发生了什么事？就从上一次的交保已经提到7000万，再加上电子脚镣，到这一次中间不过几天的时间，黄国昌的重点一直摆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为什么那个震惊跟不解。但一夫，如果你真的看北院他的那个羁押理由，其中这一条，刚才特别提到的，它里面讲说，它是北院的理由哦，考量被告柯文哲陈称，就他自己说，他有安排陈佩琪跟子女一起出国躲避国内纷扰等语，就是这一段
刚讲就回到8月那时候，原来那时候8月大家在讲有吗？陈佩琪为什么要出国？柯文哲是不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有考察或者什么什么这些？结果后来北院说是柯文哲自己说的，但是今天陈志涵被问到这个，陈志涵说躲什么躲？哪有什么好要躲的？那可是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压抑。那难道真的要安排小孩出国？好，当然你另外一角度说，你们国内会不会造成他们情绪上或者他只是让他出国，他又没说他自己要出国。不是他小孩不是都已经在国外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安排出国？我也蛮纳闷的。你们国内会不会造成他们情绪上或者他只是让他出国，他又没说他自己要出国。不是他小孩不是都已经在国外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安排出国？我也蛮纳闷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妻子，当然检察官办案里面，你看那个陈佩琪也被约了很多次嘛。那当然财务的问题或等等，一定要把陈佩琪约嘛。那你安排陈佩琪出国，那大家会怀疑，证人出国，就你的妻子可能涉及到金流的人出国等等。那当然你自己说躲避国内纷扰，你自己说躲避那2个字，躲避那2个字是最让人讶异的嘛。就是说你出现躲避这2个字，你就是有个躲字了嘛。这北检的上面躲避嘛。然后你也曾经说过，或者你老婆都说过，哎。不要装穷，100亿的房子我们买得起，不用装穷。只有他们跟你可以对啊，上一夫嘛。没有，我没有啦，上百万的房子我买得起，100亿我买不起。你看，那也说了，那表示第一有一定的财力，第二个你又安排躲避纷扰，那有什么纷扰？那他在庭上也就说陈佩琪被追啊，什么到了那个什么捷运局啦，等等一大堆。当然，你说这一些事情，陈志涵就跳出来说了嘛，陈志涵说这个早就安排出国的，躲什么躲？那陈佩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在回应这一段，上面不是有写他吗？那一段他完全不回应，那一群反而他不回应。刚才创下也讲了嘛，大概蔡壁如喘一口气嘛，黄静怡也喘一口气，侦查中，对。理由是我们，但是对不起，裁定出来的，对不起，是你陈志涵惹的祸，跟我无关。当然，你看到起诉书第160页的时候，当然有写到柯文哲跟陈志涵的赖嘛，还特别交代说没有经过市长室。那你就看陈志涵回应这一块，告诉你说共识决是事实，没有什么勾串。就算然后阿北在庭上的回应这一段是说。那个时候我又不是被告，我不能讨论吗？我不讨论才奇怪，我讨论是正常。而我那个时候，然后包括陈志涵就讲嘛，那是个共识决叫事实。可是刚才义夫讲了有一段，共识决是不是事实？这个大家后面要去论证。但是有必要去讲到没有经过市长室哦。这个有必要大家要去讲吗？你讲出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是刻意要提醒一些什么东西？那就没有经过市长室都是彭正生。你没有经过市长室跟陈志涵的赖对话，而且里面还特别提到哦，讲到陈志明嘛，说有资料给我，前秘书长对，有资料给我，相信也有给你。那你说你也有资料，我也有资料，然后我是市长，你以前发言人，然后我顾问，我告诉你，没有经过市长室哦。陈志涵反而这一段都不解释，就起诉书出来写到他的部分，他从来都不解释。因为蔡壁如会发文说嘴巴不要太大。因为赖的记录原文加引号都写在起诉书了嘛，都写在起诉书上面了嘛，那表示很清楚嘛，就柯文哲的手机扣押以后还原或干什么出现的东西嘛，然后检察官就特别帮你加引文嘛，共识决。当然，你共识决这一件事情，其实还没有在搜索的时候，其实柯文哲就讲过很多次，陈志涵也讲过很多次了。那不要忘记哦，5月2号，北检公开说，
柯文哲列他之案被告，已分案哦，当时是已分案哦。是。那我们所知，开始在调市政府那个文件的时候，跟约谈的时候，其实是在5月2号就开始了。那换言之，我一定已经分完案，有号了，我才可以发文去要东西嘛。哈，对，就算是他这案也有字号。好，那记得5月份柯文哲跟彭正生做了什么事？柯文哲问彭正生，彭正生还回复说，所有都委会的委员我都听过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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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柯文哲不是就告诉他，公示决。其实那是5月份就开始讲公示决了，而且是北检公开出来说，柯文哲列他之案被告，公开讲了这一段话，然后他就你看跟彭正生的对话赖什么都从5月20几号就开始了，那是北检开始说你是列被告，所以你说之前的讨论跟没有，那你告诉我说我都没有列被告，对不起哦，5月你跟彭正生通的时候，北检已经出来证实你分案列被告了。所以你说公不公开讨论？你说我没有列被告但不对哦，你后面5月以后，你全部是他是按被告身份哦。所以你被告那个时候我又没列被告，我怎么样说得通吗？好像说不通吧。因为我一直记得5月2号那一天，北检说已分案，柯文哲列他之案被告。如果照刚才一夫讲的话，因为后面在北院的理由里面讲到有没有中间删除一些对话记录啦，或什么这一段，大部分都集中在5月到6月之间，所以是在5月2号以后大部分 OK，所以那更会让不管检方啦，或是后来的北院就觉得说，那中间甚或对话里面有直接把讯息删光，对他更会觉得，如果你是法官或你是检察官，你觉得这个词会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在有所谓的灭证的这样一些的嫌疑在？对，你一定嘛，如果你是检察官，其实你从检察官里面一直在说的过程，你甚至于说要卸任前叫市政府的追踪系统全部删掉，然后到你跟彭正生5月2号新闻全部出来，北检证实被告，当天也是这个钟小平按铃申告的当天，那所有的新闻都出来了，然后你后面所有一连串，其实那时候那个淑华议员在场嘛，其实你注意看，之前只不过是总统大选，金华城的议题没有被炒起来，但是在议会里面早就在被问哦，早就在被问哦，所以那整个过程里面还包括监察院的报告出来，监察院的报告出来等等，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时候就开始了。因为监察院的报告更早哦，监察院的报告更早哦，所以一连串那个时候，你现在推估的是检察官5月2号呢，你还是在往前推估监察院那一份报告出来说你有问题哦，你有问题哦，然后开始在吵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总统大选嘛，就是2023年的时候，7、8月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吵，一路吵下来，只不过碰到总统大选，整个被压下去嘛，一直到总统选后又起来了。其实讨论金华城那一段，其实并不是从5月开始，是选完以后就开始了。然后最激烈的开始是那个郝龙斌的对干，你说我台志光，我说你金华城那一段，然后就一路金华城一路就烧上来了。OK， 所以你看那个日期的话，其实很多时间点你认定是什么时候开始才算灭证了？对检察官而言，当这个问题沸沸腾腾，当我分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算。其实如果讲，我就算没有分案，那你如果要是中间过程有这样的一些的讯息，他认为事实上你有没有在做这些事，会不会影响到后面这半，他都有可能会觉得你有没有涉及到这一部分。那我就讲，如果你就北院的这个所谓的理由里面，就这句话吧，耐人寻味。这句话是：本案
好了。他尊重审级制度，对不对？好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讲的也许有点亵渎的。好了，我就尊重审级制度，并考量于本院前次裁定后，就是上次已经到7000万家电子脚镣了，考量本院前次裁定后，检察官于抗告理由所提出关于羁押必要性的事证，然后再衡量本案对于社会危害程度啊这些，也就是说，他还是要考量从上一次7000万。电子脚镣到这一次，检方有提出的一些东西，好了，不会有人讲那个有没有人翻供啊，或者什么是检方有提出来的，或是在这一次高院发下来的，一直到他们在昨天晚上裁以前，中间发生一些事，会不会是某种程度法院也做另外一种影响？好，一个一个来看。所以，如果就你来看，你觉得你看完所有包括法院的羁押理由，或者是他们之间攻防的对话，你自己觉得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就如果你是法官，你可能也会做这些改变。我看完这次北院写的羁押柯文哲理由啊，我觉得感触好多，想法好复杂，好多种想法都油然而生了。第一个，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认为柯文哲被羁押机会高了，郑文灿也是4不过3啊，第三次就进去了，对。这次高院感觉杀气很重啊，他是铁了心啊，就是要压柯文哲，而且高院这次把所有的要讲的写得多清楚，写超长的，写7个直接讲，这就是有辩证的问题。没错，感觉起来高院就是铁了心要压柯文哲，而北院最后也屈服了。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还记得第一次高院要求北院发回重审，就是那个决定不能够把柯文哲放掉的原因。第一次原因是什么？是他说柯文哲交保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跑走？高院要求北院发回重审，就是那个决定不能够把柯文哲放掉的原因。第一次原因是什么？是他说柯文哲交保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跑走？他金额够不够，以及他的交保金到底符不符比例原则？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高院再发回北院重审的理由什么？改了，因为他交保金提高了嘛，又加电子脚镣了，改了，就说现在啊，通讯系统啊很高科技啊，很隐秘啊，我怀疑柯文哲会串证。所以又把这个柯文哲要求他不准在外面，要羁押他。2次结果完之后，我觉得高院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了。不管你做什么事，态度很明确。对，不止北检很明确，高院也很明确。我不管你用什么理由做什么事情，你就是想办法让柯文哲继续被羁押。所以这回看到的确柯文哲这次第3次就被羁押了。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所谓的北院的羁押理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高院铁了心，北院屈服了。可是后来我看着这理由，感想越来越奇怪。真的吗？对，看着，因为前面讲的都是一些我们都听过的东西，但看到后来之后，我发现哇，柯文哲这次被羁押，恐怕他自己也是自找的啊，自己作死的东西也很多啊。我最不能够理解的是，柯文哲好不容易出来了，他能够跟他太太见面，是因为他太太不是证人嘛？他是证人啦，是因为有配偶关系，对生活就让他见面了，必须。结果就隔天他还去民众党扩大中央委员会，还跟所有的证人拥抱啊，跟一夜开会啊。我觉得有必要吗？这有必要吗？你拍个影片，写份稿子过去就没事了。你直接做这个事情，重点还直播嘞。对，全部人大家都要看。我老实讲，北院想保你也保不住啊，这就很难看。为什么你要打北院的脸呢？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北院跟你讲了不要碰证人，对，结果他碰完证人之后，民众党解释方式是我都直播了，公开透明，对我公开的，而且我全程录音，那不要就好了嘛，就整个就我觉得有点靠谁的感觉啦，就好像没问题。我觉得公开录影。那一个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就真很奇怪。你想一下，北检的检察官跟定院的法官，你直播看不看？如果你直播中央委员会，他走进去的时候，北检跟地院的法官会不会一直看着你在跟哪一些人讲哪一些话？一定看嘛，尤其北检看得很清楚，你只要讲错一句话，看，而且还把它录音，一定下一个写上证供你还讲错话，那就是我的理由嘛。你还直播讲那个公务人员，法官不是当场？我们这2天不是在节目里面一直提这一段，因为我当律师的直觉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讲这一段？你这一段讲出来，因为它牵涉到本案，没错，它直接牵涉到本案的内容。法官也问他这个问题啊，我都不知道他的律师在干嘛。对，然后黄静莹说你转被告了没有？请问你一下，
他是证人，第一个他是证人，第二个分润他是另案侦办哦，然后莫名其妙黄珊珊跟他说了一句话啊，我没有转被告，哎，黄珊珊讲这一句话可以有很多的解读，那个市长所有的东西我都没讲嘛，还是市长。检察官完全没有抓到我犯罪的记录，没有抓到我犯罪的事证。不是，玉夫刚讲那段，就是你就会知道这过程当中有多少会出现各种不同解读的内容嘛。你地院法官看到那一段的时候，3个法官看到那一个场面的时候，你想象他自由心证是什么？会不会改变？你跟证人都讲这一些，那个已经涉及到案子。对啊，是啊。那你说地院法官那个自由心证的时候，他在想，我放你出去啊，你跟这些人是不是尽力了？我尽力了，对，是不是都谈到了？那你说地院法官现在回来还是说你没有勾串，然后我还要帮你背书？地院法官背得了这个书吗？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段那中间那可能会是一个重点，那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北院也顶不住了，你自己放你出去你就乱讲话，还到处见面。增加了北检要羁押你的理由嘛？如果这段期间，柯文哲一句话都没有，对，低调，也没有出现在什么，甚或是用当初本来在看守所要用一封辞职信，真的就送到那，然后送到中央委员会结束这件事，最起码在过程当中，他的律师可以大大的说，当初7000万加电子脚镣到现在，你们听到我的当事人说了哪一句话？没错，你看到我的当事人，不管你们在外面有没有人放话，有没有人在攻击他，你没有看到我的当事人说过任何一句话吗？我们谨守法院告诉我们的事情，那现在是什么事情变了呢？是我们的当事人变了，还是有其他？你可以大声的说这些，没错。但是这些东西被摆进来以后，所以我觉得柯文哲高调惯了，要低调很难，结果高调就进去了。然后最后第3个，你们都不让我讲，还有第3个感想。你还有第3个感想？我跟你说，想法很复杂嘛，很复杂嘛。讲我才忘记我第3个感想了，对不起。就是我知道橘子很爱玩，但是民众党也该呼吁，该回来了吧？慢着，这非常重要啊。这2天有一个。我在看所有的朋友，这2天好像有人说橘子是不是快回来了，甚或有一些媒体人在讲说，那橘子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最近回来？我不知道哪来。张夫有没有这样的讯息？我没听到，你没有听到？东浩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讯息？没有。上下没有。好，那我只是要确认，因为我这2天听到有这样的讯息，我一头雾水，说为什么？因为橘子到现在4个多月找不到人啊，因为太爱玩。对，所以玩到也不跟他玩到2060年，对吗？他40年要玩40年，对。是，所以我说这一次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因为北院给的认为橘子重不重要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他第一次的裁决书是认为，北检没有提出具体的情节，所以认为橘子的情况事实晦暗不明，风险很低。OK， 可这一回他就直接讲了。他说：“因为这个徐子瑜被告橘子有经手科批的巨额现金，我想可能就是妙天那个1000万。他说总共1450万左右嘛。对，他150万有没有？1000万有没有？有没有？那柯文哲也说有。是柯文哲说，的确是把那个箱子给了徐子瑜，然后让他转交出去。所以既然都已经有这事实，然后直接北院说橘子现在已经死了。”本案晦暗不明的风险提高了，本来是很低，但是提高了。从橘子本来不重要，变成橘子现在很重要。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柯文哲为什么会决定要把他羁押。那现在既然已经发生这种情况，橘子从不重要变成很重要的证人，民众党包括柯文哲，我觉得也该呼吁橘子回来了。因为之前你说不重要，回不回来没关系，那你就算了。现在北院已经告诉你很重要。那如果你柯文哲、民众党再不希望橘子回来，是不是代表你默认了他很重要，而且他回来会对柯文哲更加的不利？所以我说，整个这个北院的这个羁押理由看完之后，当然我觉得高院的新政很重要，但问题是北院为什么会屈服？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你民众党自己所造成的啦。这个状况，我觉得柯文哲你自己想清楚。一路以来，我也要说实话，柯文哲非常风光过，到现在也非常的落魄，很多的起起伏伏。最后造成这种结果的人是谁？其实就是你柯文哲你自己。OK， 东浩，橘子这一块，当昨天在论证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法官就包括问妙天的1000万是不是他拿，那个150万，那捷运的什么捷运站什么那150万是不是有他拿，就表示法官某种程度在讨论
他真的是一个爱玩的小朋友吗？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希望降低淡化他的程度，可那个词一用出来以后，会发现它变成金句了。是好，以你自己的经验，多好来，上一次裁定到现在，你自己的跑了3年的司法，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柯文哲没有配合法官。那么讲啊，那个高院检察官二次抗告成功，高院发回来那七大有那个疑似串证的那个勾串的那种可能性嘛，理由嘛哈。合议庭昨天其实是要回答这个可能性。简单讲就是合议庭必须要确认柯文哲不会有勾串之余啊，他不用事实发生，就是我要相信柯文哲他不会有勾串之余就好了。那柯文哲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柯文哲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而且不是只有柯文哲，还包括黄国昌，因为不能分开来看。昨天审判长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为什么迟到。第一个问题先问，因为本来应该11点到，是，他迟到嘛，迟到还蛮久的。然后因为原裁定被废除是在更前一天嘛，前一天晚上就大家都知道，因为隔天早上通知嘛，就昨天早上法官还有问什么时候通知的？对，他说10点出头嘛，说第一个，你身上有一个电子脚镣，你要到新竹看你爸爸，我可以理解，你有没有先告诉书记官？你的律师有没有通知？因为这个一定会超过那个监控范围了，监控范围不可能到新竹啦，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你有没有告知？因为你已经知道抗告成功了，检察官抗告成功了，所以隔天一定要开庭啊，不是第一次啊，那个你就是要到啊。那法官的要求你有做到吗？第一个，正好我们先把这个心态上来讲，当11点叫你报道，法官会把这个列为第一个问题，是他在乎。我记得柯文哲好像大概是1点多，可能是差不多迟了2个钟头左右，1点06分，1点06。所以法官的意思，某种程度是不是那个心情就会觉得说，我预示希望的时间，人家都在11点前到，你在乎这件事情吗？因为这个守信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建立的是法官对你的信心。可是柯文哲没有啊，他就迟到就迟到了啊，他有遵守对法官承诺的那个概念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答应法官要辞党主席，那法官在第二次羁押庭延押庭的时候，也把这个当做一个重要参考。他辞了，他辞的方式是去开中央委会闭门会议2个小时，然后开完之后做直播。如果是法官不管那个直播有没有影响到证人，我如果放你在外面，你继续3不5时就来直播，会怎么样？如果是法官不管那个直播有没有影响到证人，我如果放你在外面，你继续3不5时就来直播，会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这个庭的公信力？公信力并不是说我对你柯文哲好就有公信力啊，是柯文哲你喜欢而已啊。也有人对柯文哲有意见啊，还有一些人在看呢，他不确定决定要支持哪一边呢？我要怎么建立我这个合议庭的公信力，让多数不是绝对，但是相对多数的人可以相信我？开直播这件事情，柯文哲律师怎么没有阻止他？他直接讲到公务人员了，他已经摸到某一些实质上的东西，我完全无法理解，而且他开直播地点还在民众党的中央党部，他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我完全无法理解。法官所有的羁押理由，其实都是在回答高院的裁定。柯文哲做了什么事情，让合议庭一审的合议庭敢说他没有这个风险，或者这个风险极低？某一个程度，这是要帮柯文哲他们背书。你看其他3个被告很安静，只有柯文哲一个人，每天，他从不间断过。好，黄国昌这是为什么？我说黄国昌也很重要。我对于柯文哲第3次到底会不会被羁押，我其实没有把握，没办法判断。看到二审的那个跟2裁的那个说明之后，我知道他用字很重。但是
一审要推翻自己原来2次的吗？这对柯文哲是难得的一个结果啊！2次一审都让你交保啊。橘子的部分他是怎么回答？艾文的小女孩变成拖1000万行李箱的小女孩。然后你说你不知道，一开始又说不知道，150万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知道，我不知道的我就不知道。1000万是苏进强去募的，然后那过程当中，妙天交给他一个箱子，那我打开看，我怎么好意思在妙天前面？怎么样？我打开还要数吗？没有，我没有打开看，就交给橘子，橘子拖走，结束。一样这样子的回答，你觉得合议庭会怎么想？不是只有这些啊。橘子本来被认为不是重要的，检察官的攻防里面当然要强调橘子很重要，哪怕他被通缉，那我很难理解柯文哲跟他的律师团在这里在做什么。好，第3个是黄国昌，为什么讲黄国昌很重要？所有对于检察官的批评，对于法官的质疑，2审法官的质疑都是黄国昌。怎么会是黄国昌？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还是司法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又代理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怎么会是你出来对这个个案骂成这个样子？这个会引发什么政治干预个案哦？所以柯文哲为什么会搞到再进土城？简单一句话，柯文哲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努力做一些事情，让法官觉得是你遵守我的约束？但是柯文哲一直，如果他一而再再三的开直播，一再而再三跟证人之间有这种类似的接触，如果他他的律师有尽责任，光是去辞职这件事情，开中央委员会这件事情，他只要再写一个辞职信，委托律师送到周瑜修那边去就好了嘛。你省掉这些，昨天开庭的时候是不是相对有比较好的理由，说我都没有任何接触，我有遵守你的规定，我没有拿所谓的工作生活这是必须当做借口真理由。那合议庭要写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对2审相对会不会比较好写？东豪刚刚讲的那段，你有没有注意到，大部分这种重大案件的律师，在开庭过程，媒体只要堵到任何麦，几乎都不会讲话，几乎都是谢谢，大概都会是这样。如果要讲，一定是跟当事人大概充分讨论过，那个讲话一定要是绝对有利的状态之下，要不然的话，大概律师都会这样子。那过程当中就是不讲话，低调，尤其是当你知道检方的态度就是要抗告，要这个时候，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一段稍稍可以觉得呢？等到高院驳回就表示不会再压了。你最起码等到那个时候，大家后续有什么再说吧。但是在前面这一段显然就是打仗的时候嘛。五哥再补一段。然后黄国昌一半就跑出来发脸书骂2审。那个高院审判长。我们简单讲一个事情，现在所有的诈欺案，诈欺犯人都压。你遇到诈欺案的时候就没有他讲的那个理由。还有进行到一半你就出来写脸书骂2审。那个时候大概就可以笃定，结果对柯文哲他们不利。黄国昌在这里面扮演了很多，我不晓得他是在帮柯文哲还是害柯文哲，在害柯文哲。可是说好，你自己看，你觉得中间的关键会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因为包括市议会，刚讲市议会其实很早以前就在包括在调查这个案子、甚或质询的过程都会有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摆的中间几个重点，刚刚特别提到，尤其像橘子这些，你现在突然觉得，我就讲你要淡化，你用什么词都好，你不要俏皮到最后变成金句，那变成大家不重视都不行。而现在看起来，当昨天法官在问答之间，第一个就直接问1000万，妙天1000万谁拿走？那大家就知道你会把一个1000万交给一个这么爱玩的小朋友，他万一这个1000万真的拿去玩掉怎么办？但显然就不是嘛。那他如果真的很爱玩，你怎么知道一个爱玩的小朋友？对法官的问话的模式，其实你如果当庭去听，你就知道那个逻辑再往下，他可能也在铺陈的就
这个人可能不单纯是这个样吧，大概都会是这样，对不对？是啊，是啊，其实不止1000万，还有他那个时候在办公室踩飞轮的时候，那300万，对，那300万嘛。然后另外还有，其实那个沈庆金的1500嘛，本来一直凹说150是下午3点嘛，可事实上就是1500万。而且呢，他自己也不讳言说，他跟他自己的这个昨天的回复检察官说，法官讲的也是说，他常常跟徐子怡都会跟我去跟小沈约见面。所以他跟小沈去桃竹影园，橘子都在啊。那1500是不是也经过橘子的手？那钱去哪里了？他这段还有柯文哲还有要淡化的讲说，你们检方太夸张了，你们把橘子搞得好像又是安排行程，又是大账房。我跟沈庆金见面为什么会透过橘子？当然是办公室主任，或是他讲说，我跟他见面，当然不是透过他，是透过透过另外一个，对，你不讲是谁，我好奇另外一个是谁？是办公室主任，除非是办公室主任啦，要不然不知道是谁。没关系，透过谁都没关系，重点是钱是从橘子交给橘子嘛。那所以橘子就等于就是最高级的那个车手的概念嘛。钱交给你，那他交到哪里去？那为什么现在金流看不到也查不到？所以为什么说橘子它的关键嘛？关键不是他是大账房，关键他是最重要的车手。好，所以我所有的钱到他手上都不见，那很奇怪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说，到底橘子很重要？加上说现在橘子昨天那个有名嘴爆料，就是说橘子现在人还在日本，好，还在日本。但是呢，因为他是在日本，而且呢，因为呢，我们跟日本没有所谓的引渡条款，也没有司法互助，所以呢，目前还是无法把他带回来。他知道他在日本，而且还知道在日本什么位置。而且检方现在看起来知道在日本，知道在什么位置。对，甚或检方这几天了，我不知道有释出的讯息是他的账户有钱会往进去，但他从来没有用过，他也没有用过他的信用卡，什么都没有。对。但是大家电影都看得很多，都知道用信用卡就会直接会被追踪到所有这些这些，所以他都没有用，但不知道他怎么生活。是啊，好，我们先说他怎么生活，就是之前大家不是讲嘛，他那个钱是不是有冷钱包嘛？不可能他到那个柯文哲家里面查不到任何的金流嘛，也没有任何的现金，那钱到底去哪里？所以当时呢，检察官也是找了一个虚拟货币的高手，叫做陈文景，来做这个调查。但是呢，那个冷钱包后来呢，有些企业他跟我讲他也有买柯文哲的那个冷钱包。那我说，那你的金钥匙在哪？他说他的金钥匙在这里，他拿给我看了。他说总共24组的密码，其中他写了19组。我说这些是你自己写的吗？一个密码大概有5个数字，所以总共有19组。那这19组，我说，所以他把它拍照起来嘛。他把它拍照起来，要这些密码全部都验证完才能够进去啊。对，所以还有这只有19组，19组，所以还有5组不在里头。对，没错。所以不能跟他讲，对，跟他讲他就知道了。他不能跟我说，对，所以我给大家看，你看19组，光这19组一组是5个数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乘以5，再乘以它数字有0到9嘛，还有10个，再乘以10个，有950个。拼凑的组合，950个再去处理。不对，那不是可以，对，是，所以我就说嘛，这张纸如果要搞丢的话，对，谁记得啊？我那个朋友是放在保险箱里面。好，那我就要想，就是说，所以呢，第一个，即使在不管他是不是在日本或是在哪里，他在国外，要么第一个就是有人接应，好，所以他不需要动用这些他的那个户头啊或刷卡。那要么就是有这个冷钱包，直接换成当地的币值，已经在使用了。好，就是这几个关键，不然的话不可能嘛。再来呢，我要跟他报告一个讯息因为你看他那个起诉书里面有提到，包括沈庆金跟那个应小薇当时打了个电话给沈庆金，叫沈庆金用另外一只手机跟他对话，然后呢，而且用微信，他们用微信在对话。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那个葛树人。好，葛树人他是那个微金集团底下的一个董事嘛，他在5月1号的时候，他也跟柯文哲有个对话，然后他们是用微信对话，然后呢，柯文哲跟他讲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后来呢，他们说，避免造成困扰的话，柯文哲就说，那就先把简讯的内容全部删光。那这个也是用微信，所以如果用微信的情况，还有一个状况就是现在目前不是他如果是去日本的话，现在护照被注销嘛。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最近那个8囧他们拍出来那个影片，台湾有20万人入籍中国。那内政部今天又有一个讯息，有5位里长是中国籍，可能会被撤销这个职位。
有5位里长是中国籍，可能会被撤销这个职位。那反过来我们来看，如果要是橘子真的透过，因为他没有护照嘛，他可不可以拿台胞证直接去中国？因为我们查不出谁有中国籍。我们查不出来，中国也不。如果他在日本的话，是不能用台胞证出境。对，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如果用台胞证，包括你看当时为什么觉得柯文哲还有沈庆京跟那个应小薇，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有可能会逃出境？的原因在这里啊！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中国籍，他只要跑去中国，或者是北汤啊出去，好，到了金门，到了厦门，他可以不用回来了耶，因为中国也不见得真的会放人。也不见得真的会提供台湾说有多少人是中国籍，哪些人是，哪些政治人物是，可能他们都不会提供啊，这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北检也是有点在低调的在呼吁橘子自己回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然的话真的啊完全找不到他的金流在哪里，很难去处理啊。所以接下来只能说图利罪是事实。为什么柯文哲录影的时候他只有讲说？我相信公务人员不会违法，也不会去坐牢，其实就是要破解所谓的图利罪，因为他现在有可能被成立的就是图利罪。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北检也很聪明啦。北检当时要放这个彭正生出来的时候，也请彭正生除了他自白书以外，还要签了一个切结，说他不会翻供的切结。所以呢，你今天在跟他讲说，要求他们说，他们不要再去承认自己，也不要把这个柯文哲再拖下水，我觉得那很难去解释。刚才那段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说过程当中，包括邵世佩，包括彭正生，邵世佩为什么检方求刑5年，然后直接说希望给他缓刑2年，就他不用坐牢。对。那某种程度，邵世佩，如果你是邵世佩，你会翻供吗？就是我如果有这样一些，我干嘛要去翻这个供？对 ，OK。那在证词上面，这邵慧佩牵涉到的应该就是图利的这一块嘛，所以这整个也是检方在布局所有的，为了要打诉讼。我很早以前就讲，当检方的公诉组检察官一起进去开会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脱离了地检的战场，已经把重点就是摆在地院了啦。那时候大家都在布局这些。那这里面包括媒体上面有就是柯文哲的问答啦、20问这些。范老师，所有这些资料看完，包括你看像橘子的那些1000万谁拖走的，然后橘子拖走的，所有这些的问答，你刚才东豪在讲说那个过程，包括黄国昌代理主席，那中间过程就开了直播或者什么，东豪是质疑说你到底要帮柯文哲还害柯文哲，这些对他的案情有帮助吗？你直接蹦一句话，你觉得他是在害柯文哲？可是这件事情，他当然要救柯文哲啊。他言必称主席，然后希望而且我觉得黄国昌主要是刻意要用前主席，他不是要忽略他，我觉得他的用意是要告诉法院，他已经不是主席了，他说辞就辞了，所以一般我们大家不会这么在意人家是不是前主席。我觉得他刻意要用这个时候，他就是要他其实在帮柯文哲这一段，就是他已经辞了，他不是我们的主席了，你们不要再用这一块。但范老师，中间很多啊，包括。他的情绪当然会比较有情绪，他骂了高院的，骂了包括地检，然后北院呢，他觉得你们到底是承受了什么的压力，做出像这些。接下来1月11号那个定国机，然后包括小草，还有媒体讲说有小草说要冲 AIT， 为什么要 AIT 啊？搞不懂啊，跟美国人是什么关系啊？还是要告杨状的意思？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你叫高玉状，我只说告杨状。因为那时候阿扁是变成讲高玉状。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柯文哲很喜欢谈战略，可是整件事情我完全没有看到战略，也没有看到战术，更没看到战绩，就整个都是很混乱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性格还是决定命运啊，就是我觉得柯文哲他有什么底气，认为说他缴了7000万。昨天的这个抗告他就会过，我不晓得他有什么底气，因为他一定觉得有这个自信嘛，你看他这个回来之后跟他妈妈去这个城隍庙，那你也知道你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然你要去也可以，当然你可以，你为了求平安，你要么就去人比较少的庙，或者你。易容嘛，或者干嘛的？易容对吧？易容我更麻烦，易容就会如果被人家拍到，就会说他有逃亡的可能，因为你易容。好，那戴帽子好不好？它里面最大错误是什么？新竹城隍庙的7爷8爷是专门抓犯人。对，所以很多人上个拜完一审有罪停职，叫高虹安。对，所以有人说不能乱拜，不能乱拜。你还请了3个律师，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在这2天就如果说好，我今天我是。
这个礼拜一啊，这个又交了4000万出来之后，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的律师开会，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沙盘推演，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当法官上个礼拜四3000万交保，检察官立刻就抗告，然后这个礼拜一4000万交保，检察官立刻就抗告，那是什么膝盖反应式的，就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是要抗告，表示检察官有这个底气嘛，否则他干嘛自取其辱，他还要重新去写理由，他很累的，反正他讲说好了，因为这个礼拜一已经又多了4000万，好，开始交差了，好了，叫鸣金旗鼓吧，反正大家各让一步，没有哦，检察官是4个字，锲而不舍。范老师，你讲的这段也是黄国昌代理主席口中的，他觉得检方你们这些毫无理由、毫无理性的，就是要抗告到他讲说，你后面仗着你有100多个检察官，然后你就是要让法官累死吗？他的逻辑是这样，他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就因为他是柯文哲吗？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些中组检察官都非常优秀了。事实上，他们这么积极的强调去抗告，他也要赔，他也要担心，如果我一直在失败，我在司法界有什么混？别人会说你这不行啊，你就是硬着头皮去抗告啊，或者你可能受了上面的，就像黄国昌讲的啊，可能受上面的指示。可是问题是，每个这些能够进到中组检察官，他为他未来的司法事业，他不能够因为这个事情而受到影响嘛，所以他要有把握。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讲了啊，背离法律论理啊，完全无法接受。我觉得他也是活在他自己的想法里面。那陈志涵一个黑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那黑点，黑是白点，白点一个黑底白点了哈，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什么，但是因为是柯文哲这次昨天被羁押是跟你陈志涵有关呢，这个眼泪应该是柯文哲的眼泪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他们还要再搞这个啊，这个1月11号啊，司法节他们要上街头，对，但是我觉得黄国昌从昨天这个还没有结束，他就先跑出来，大概9点多跑出来，就开始直播，然后骂法官，然后一直到晚上还在骂法官。我不要讲4个字，提油救火。我今天是法官，你在骂我，然后我觉得柯文哲在昨天在这个庭里面跟检察官在骂啊，什么检察官动作太大啦，现在下不了台啦，啊，或者你要关就压我就压，我就说你就说好，这样挑衅，那好像在街头这边你知道吗？那个好像在吵架。你的律师应该说，那个市长坐下来，我们依法论法。这段话就是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不知道，因为那过程可能是有法官问柯文哲，他会回话，然后他讲的那里面会不会激怒到？可是刚才范老师特别提到，他提到说，然后你们说实际影响力，我被关进去，难道外面的小草，然后我对他们就没有不是这句话真的不要讲了，这句话表示你是在告诉大家，我就是有实质影响力。对，五哥，所以多了禁见。不是，对，有很多是羁押，但是不禁见。阿扁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羁押，起诉后没有禁见。对，那不是你不用去回这些，因为你回那个就是在告诉你，我就是有实质影响力啊，怎么办呢？对啊，就是那你这样，如果我是检方，我就说庭上，他说他有实质影响力，不是我们说的，所以他确实有可能影响到这些，像这些容或有一些情绪啦。可是范老师，有很多当事人，如果他就是冲着这句话出来。律师拉可能也不见得拉得住你。我跟你说，你冲了这一句话，我也不想叫你讲啊。小五哥，柯文哲如果这种不受控，律师应该站在旁边，随时把他嘴巴捂住啊，对不对？戳妹，对啊，要不然怎么办？而且昨天刚讲过，为什么审判长第一个时间问你迟到？对，因为你看啊，连应小薇应该规定11点到，他10点54分就到了。好，那你说陈进因为在看病嘛，晚一点。对。柯文哲晚了2个小时06分，我觉得审判长只没插一句话，我真的怀疑你会绕跑。因为他当时在哪里？在台大医院的新竹分院。台大医院的新竹分院，如果要到我现在查的，我现在的 Google 的到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12分钟。12分钟是在他这旁边有一个高速，这台68线，他就在那个台大医院旁边，一上去。直接就走68号，然后直接就到这个南寮渔港。刚讲过，这边讲过12分钟，这是在我们的限速之下，因为我们那个快速道路大概是80到90公里，如果我开120，可能6分钟就到了，6分钟到，可能他的这个电子脚镣响了，可是检察官要去找检调去抓他们抓不到了，他已经上了这个汤啊，可能上了这个啊，然后拿台标证就走了，
都有可能的哦。他如果都接下好完全都这个完全无缝接轨，就有可能哦。你怀疑柯文哲会这样吗？所以为什么你花2个多黄小时？国昌说你怀疑柯文哲会逃的人是脑袋有洞吗？柯文哲说我如果跑，民众党就倒啦。他还在乎倒啊？民众党已经托孤给黄国昌啦。那至于说你说这个所谓的橘子会不会回来？为什么这2天有这些讯息？你有听到吗？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因为上个礼拜就是12月26号圣诞节隔天呢、我们的这个北检有个新闻稿，他说我们的内政部移民署、法务部调查局，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透过驻外的法务秘书，这个移民秘书跟警务秘书跟当地的治安单位进行协调。那这个是专有名词哦，调查局驻外叫做法务秘书，再来警政署驻外的叫做警务秘书。移民署驻外叫移民秘书，其实他们都跟日本所有的相关的单位都有密切合作，而他调到一个关键，行政遣返，就我们没有司法互助协议，就是行政模式，例如说橘子在没有护照了，没有护照，在路上被临检，对，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警察，我们看日本这个他们的警察到处都有，就是骑个脚踏车，他们可以不审检问，就是我觉得你有嫌疑，我就可以检问，那你所以我们那个观光团到日本去，导游都会说，出去一定要随身带护照，因为警察会检查。例如说你的刺青特别大，他就检查你；你闯红灯，他要检查你；或者你晚上12点还在街头混，他检查你。所以有没有可能，橘子在被警察发觉你护照已经过期了，你是非法滞留，所以行政遣返，我就行政遣返，也不就是我们的调查局人员也不用下飞机，就直接在机舱门。接这个在过去两岸也是这么做，因为两岸也没有司法互助协议，两岸也所以就有这个就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橘子现在就8个字叫足不出户了，苦不堪言，你想想在那边待4个月，我跟你讲啦，他有可能这个时候去迪士尼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如果以爱玩的小朋友会想去迪士尼，我在日本都被人家认出来了，对不对？更不要讲橘子了，对。你这是在表示你很红？没有，我的知名度没有橘子红啊。重点就在这里。橘子现在台湾哪个人不认识他？我们前面的都可以剪掉，就只要留这一段。没有，因为台湾人真的去日本太多了，是前年420万，去年1到10月504万，对，这到10月，所以我觉得。可是说啊，一直说橘子，因为你看橘子在镜头前面。他几乎都非常的低调，对，你就算看人镜头，最近镜头比较多一些他的样子啊或什么，可是大概不是每个人看的大概都认得，跟你不一样，没有，出来一定大家都认得，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看政论节目了，他对他的照片应该是耳熟能详，OK，所以我觉得橘子他不太可能，他可能连超市都不敢去，他连超级市场都不敢去，那就有可能怀疑谁在接济他，OK，他每天就只能关在他的房间里面，那有没有人说可不可能是？柯文哲的儿子，柯文哲现在是在日本嘛？有没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们的检调单位是已经掌握了橘子的行踪，只是怎么样透过行政遣返的方式，如果是能够达成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帮柯文哲，哇，他这样已经被通缉要40年，2064，他才虽然我不太认同37岁还叫小朋友了，因为他叫小朋友，那我50多岁应该叫青年才俊了。但是我这是第2句重点。但是呢，37岁要在日本留置40年，我觉得很困难了。不过现在这整件事情，好，这是为什么这2天那有很多的讯息讲橘子是不是会快回来，然后是不是透过刚刚范老师所讲内线的模式、检方式都已经掌握了吗？包括你说调查秘书、警务秘书，所有这些法务秘书会真的能够成功的让橘子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橘子是不是干脆自己回来？或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一直讲橘子的角色在这个案子里面，你只要看到邵秀佩在图利这件事里面有多重要的角色，他也涉及到这些罪，但是检方主动帮他求刑，5年缓刑2年，就是不用关的意思。橘子2个，第一个，如果真的就是爱玩的小朋友涉案，完全没有涉案，而且阿北也是清白的，橘子回来，相信对阿北一定有帮助。如果不是，相信以他的家世，他们家如果找律师想办法联络得到的话，跟检方之间协调，看怎么样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循邵秀佩的方式？不知道，要看他们自己之间有没有可能搭得上线，能够去协调。可是这整件事情到现在，柯文哲已经羁押了，
但过程啦有一些也不算花絮，大家为什么一直要提陈志涵的什么共视觉，然后蔡壁如，然后在这里面，因为义父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那李文忠是在甩锅吗？就听到分身2个字，如果是在4年以前，或是前一阵子，如果说谁是柯文哲的分身，大概每个人都巴不得跳出来说我是他的分身。现在问李文忠，你不是他的分身吗？打死都告诉你不是，他还直接说是蔡壁如。我也不知道蔡壁如听到以后现在是什么样一些想法，但那个过程论证，大家都有一些情绪，连那个谁想串供、谁想串证就会被电死，连这个词都出来了。哦，那个是李文忠的辩护律师讲的啦，就是说，当然现阶段被告里面为了脱罪，谁愿意去当分身啊？因为当分身，你看到李文忠在整个案情的影子上面，当然能推都尽量推啊。钱都是柯文哲拿来叫谁给我的，谁呢？现在谁证明是橘子拿来给他的？对，谁要扛啊？对，谁也不扛啊，谁都只是经手一下，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来，或是这是要干什么的，我也只是经个手。对啊，徐子瑜150万交给我的秘书拿给我，等等，这一定说啊，那个钱从哪里来？我没问，你要。现一定脱罪嘛，就算知道钱哪里来，也要装作不知道嘛。徐子瑜150万交给我的秘书拿给我，等等，这一定说啊，那个钱从哪里来？我没问，你要现一定脱罪嘛，就算知道钱哪里来，也要装作不知道嘛。那当然，你现在说柯文哲的分身，当然不能承认啊。那起诉书都出来了啊，柯文哲原来就我不相信李文忠不知道个7、8成应该知道吧？那个政治现金啊什么，我相信他大概也知道个7、8成有吧。那现在那当然不能当分身了。然后当分身，人家说哎。你是有去帮柯文哲做什么事嘛？分身嘛，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分身嘛，然后就说，哎，金华城里面你的角色是不是分身？未来的雨果市场你的角色是不是分身？现在什么都不能当分身了。当然你现在当分身是柯文哲是罪行最重的。我怎么去当他的分身？你的分身就是他打个8折，对不对？不能当分身了，他的刑期打8折嘛，不能当分身了，那推给蔡壁如，我觉得这推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蔡壁如从2020年当立委以来，其实在民众党内相对的那个柯文哲那边相对就没这么重要了，他连玩2人3角都没得玩对啊。那个办什么尾啊，什么都还没有都还没有去啊。我觉得现在是能推就推嘛。当然推蔡壁如，如果说是4年前，好5年前你推蔡壁如，大家都不会讲话。那个真的出去代表柯文哲，没有人会质疑。但你现在推给蔡壁如，蔡壁如走出来说他代表柯文哲，大概有90%的人都不相信了。因为我也不晓得，就为了脱罪嘛，哈。那当然，在这里面，当然这一次的北院要重新更裁的时候，重点就摆在要回应高院的勾串嘛，勾串面证嘛。当然他的律师在庭上面就讲着讲着就有一句话啊，不然你们法院发明一个仪器嘛，串供就被电死。这一句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去，就变来变去，大概变到可以看得出来，会讲这种话，大概都有一点情绪吧。对啊，当然。那主持人也是律师，你去帮辩护人辩到有这种讲出这样的话，会吗？一般应该不会吧？对啊，应该这个不会。这个怒气不是就是对着法官跟检察官在发怒吗？而且柯文哲也有讲，柯文哲讲说，如果照检方跟高院这样讲的话，那台湾就都不用交保了，就都有串供的可能啊！就你们都觉得科技这么发达，都有串供，那就不要交保啦。对啊，所以辩护律师突然来了一句，你们法院应该那个司法应该发明一个仪器啊，那个仪器当然就是说串供就会被电死，这当然是一句你要怎么说？应该是情绪化了，律师也有点情绪了，是。当然，你看到北检的检察官后面也好像也有缓一缓，他说刚才对方的那个被告的辩护律师是开玩笑的
但是你从这一个里面看出来，就说柯文哲呛北检，要关就直说嘛。那这一边的辩护律师你干脆发明一个仪器串供就电死了。你可以看得在辩护过程当中，大概对检方大家都有一点情绪都拿出来。我可以想象开庭的过程，因为说实话，辩护律师跟检方之间在法官的开庭过程吵得不可开交的。我跟你讲，你到法院去听一下，那所在多有，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立场看法。可是这整件事情显然它不单纯是一个法律吧？这件事情，因为当牵涉到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前主席，然后他那天开了中央委员的会议，请辞了党主席，黄国昌接了代理主席，然后当柯文哲昨天被羁押以后，黄国昌民众党要直接号召1月11号要全国总动员，要定勾机，要去在司法节的时候告诉大家台湾的司法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来，博弈，你刚刚有问嘛？你为什么一定要那天去开？但是那天开，然后就在范老师口中就托孤给黄国昌，然后就接下来在这整个的过程，那这些包括要去1月11号要动员所有的小草，这些一定都是政治上的动作。这政治动作它的意义在哪里？要诉求的是什么？我觉得民众党现在真的诉求跟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政治破坏，而且是柯文哲无罪辩护到底，柯文哲就是无罪的，什么罪都没有。林国成委员是在昨天开庭过程，法院宣布那个就是要羁押的时候，他当庭就高喊政治办案。对，这些就是开庭过程大概都会出现这种情绪。然后把阿北放出来，对，阿北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他已经都是这样子了。但我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柯文哲讲了那么多话，民众党高层讲了这么多话，头已经洗下去了。他现在如果改口，那就完蛋了嘛。而且他不改口，效果目前看起来还不算太差之前有没有发现说有3000个小草要入党？对，因为看到阿北受辱了，觉得很难过，要支持民众党，甚至是黄国昌这边还要办这个111定国旗，还有这个照片弄很漂亮，大家看到吗？很好笑，定国旗就算了，还把赖清德摆中间。对，他特别把赖清德摆中间，然后说还我司法正义，人民怒吼集结，表示怎么样？他利用柯文哲现在状况，再收割一波他的所有支持者的向心力。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定勾机的意思不是1对1吗？但是好像他要对着赖清德，就是黄国昌要单挑赖清德吗？我又不知道。对，要不然小吵这么多，应该没有定勾机的问题了。但问题是，对于民众党现在而言，他们觉得柯文哲继续受难，说不定变成一个转机让柯文哲的支持度，包括民众党的满意度，好像起来有点上升的样子所以我只能说，他们现在策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政治破坏，无罪辩护到底。而且现在我也要说，民众党已经进入了后柯文哲时代。黄国昌当然现在被任命为代理的党主席，但是黄国昌委员昨天讲了一句话，蛮特殊的。他说要设立司法正义工作小组，他说要做这个小组设立。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民众党都说他们有紧急应变小组，是集体决策的。那现在是不用集体决策了，黄国昌委员一个人直接做决策。那我只能说，那接下来民众党跟柯文哲还有什么关系？还是黄国昌委员真的想把民众党变成下一个国运昌隆党吗？我不知道。但我只能讲，以现在状况，柯文哲有心恐怕也无力了，因为他目前又被关进去了。他能够对于民众党的一些不管是串供或者是指示也罢，都降到非常低。接下来黄国昌委员所做的任何的一切，到底是受益于或者是想要去帮助柯文哲这个前主席，还是想要为他自己接下来巩固地盘？我觉得必须要拭目以待。因为如果黄国昌委员有幸的话，他可能可以做第2次的政党关门者。他之前就把这个4个名字先关掉了，对，状况不好。现在他接手了民众党，至少2年、3年没问题，因为民众党政治补助款到2028年。这3年里面，黄国昌委员他到底是能够把民众党带向另一个高峰，还是让民众党持续的衰败下去？我相信，对于我们而言，当然我们会关注，可是对于阿北的支持者，那些坚贞的小草们而言，他们更加的期待。OK。时代力量还在了，这个，所以我说这关门了，人还在，门关起来，那叫关灯。对，好，关灯。那只是当然很遗憾，你说上次的大选，那没有办法有任何包括区域啦或者部分区的这些，那看下一次吧。OK。可是创下有人讲说阿北再怎么样，也不应该直接交棒给黄国昌，因为如果要是好这次羁押，审理中羁押
3个月嘛，后面当然可以延嘛，最长到15个月了。可是你怎么知道阿贝3个月以后如果审理成立，那是不是所有的条件如果可以的话，他是不是会解除羁押禁见，然后是不是直接交保或什么？不知道。可是等那个时候阿贝再回来，有人说再回来以后，民众党还是阿贝的民众党吗？还是他的一人政党吗？他有可能回得来吗？那对黄国昌来讲，他现在言必称柯文哲，一定是这样。未来呢？未来其实不一定嘛，所以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是那个宫廷剧嘛，土木堡之变，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呢，黄国昌会做这些动作很合理，因为历史上有一个人呢叫做汉献帝，汉献帝其实那时候曹丕没有杀他，然后他后来还回乡成为名医，可是刘备立刻要办盛大丧礼，国丧，对不对？还给他尊的尊号叫闵帝，结果说他已经死了，对不对？这才重要嘛。刘备才能够因为汉献帝如果不死，对啊，刘备哪来的正统可言？对，没有正统可言嘛，对不对？所以刘备帮他办了丧礼嘛，对不对？全国国丧，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嘛。所以1月11号为什么大家看得懂嘛？但是土木堡之变呢是什么？明朝的时候呢，明成祖朱棣很厉害，对，5次北征，北征那个当时的北元，那北征以后呢，黎庭扫穴很厉害，所以他的曾孙呢叫做朱祁镇，明英宗就觉得我也跟我爷爷。阿公阿宙一样厉害，所以他呢就在王振的那个糊弄之下，就带了几十万大军，然后几十万大军呢一路骚扰人民，践踏良田，然后作威作福，最后在土木堡之变就被抓了。所以这叫土木堡之变。那土木堡之变就是皇帝了，对，皇帝不见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紧张嘛，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弟弟，不是同一个母亲，叫朱祁钰，就是说，那你来摄政监国，就是集体决策，但是有一个人要出面摄政监国，这好像代理一下，但是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但是摄政监国之后，后面大家觉得傻眼了，因为呢，总觉得你这个天子守国门嘛，皇帝被抓了，至少要有点样子嘛，就觉得这个皇帝被抓之后越来越离谱，离谱是什么？那时候野仙啊，就瓦剌的野仙，就一路往那个整个京城去进攻，往北京去进攻。结果进来呢，发现城池和很多关卡都没人守。为什么？既然朱祁钰自然是常常犯很多奇怪，大家觉得很怪的事情，你把大家搞死嘛。到城池没人，我是皇帝，大家开门，所以很多城池，很多那个就一路下来，然后最后大家终于受不了，终于这个决定之下说，好吧，我们摄政监国不监国了，就直接让代宗，就是代理。代宗就是朱祁钰就当了皇帝了，可是呢，过了1年多之后，那个结果野先发现说这个人在包恩者也没用了吧，把他放回来了。放回来之后，那怎么办呢？尊为太上皇。但是你说代宗怕不怕？怕啊，因为他的年号叫做正统，所以他是正统，他有血统，对不对？他有法统。那正统怎么办？所以呢，就尊为太上皇。那尊为太上皇，把他奉到北京的蓝宫。那蓝宫里面很怕有很多人跟他勾勾搭搭。怎么办呢？所有的门不但是把它铁链锁着，还用胶水灌锁。所以那个立法院最近学的，其实是当年600年前就有人干过，胶水灌着，然后周围的北宫所有的树都砍掉，怕有大臣偷偷摸摸躲在那边，或者是爬到树上跟他打招手。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后面的状况还是会有变，因为太上皇在那边，总是有些人觉得在代宗那边，有意见啊，不得志嘛，所以悄悄的、偷偷摸摸的。8年后，代宗生病了，那个接下来叫夺门之变，冲开门，然后直接就把明英宗给复辟，然后代宗呢因此病死，病死之后还被驱除尊号，直到他的后代，觉得才因为他至少抵抗野仙有功，然后里面他当然还有一些故事啦，那当然是更复杂的故事，就是那个英宗的儿子本来立为太子，被废，然后后面就一个人从小孤苦伶仃。太后很担心，所以派了一个大她17岁的宫女姐姐照顾她，那个就是更有名的故事。没想到从此之后，她当了皇帝，是宠爱独宠万贞儿、万贵妃，大她17岁的姐姐。OK， 不过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前主席，那还会想着再在政坛里面还能够翻云覆雨吗？那对黄昌他们来讲的话，1月11号所号召的这些，是真的要还一个司法上的一个公平正义，还是在民粹的一个操作？因为你看到有很多民党朋友是吧？你们的着眼点会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些
都是民粹嘛，尤其刚才博弈说那个定狗机的照片，中间摆的是赖清德的照片，所以摆明了就是大家是在针对赖清德。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头到尾他们一直讲的，黄商从知道柯文哲透过摄影机看到的是赖清德以后，所有这些事情都直接讲赖清德，你就是要让民众党团灭吗？你不是在针对柯文哲，是这样吗？我想大家都知道啦，金华城案子第一个告发的是谁？钟小平嘛。我们呢，台北市议会的调查，再说一下，都是钟小平哥的错，还是会觉得错。钟小平嘛。我们呢，台北市议会的调查，再说一下，都是小平哥的错，还是会觉得错。对啊，那也是实惠是，对。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他们一开始就在定调。第一个你看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嘛，那个陈思翰嘛，他就讲啊，那是共识决，这个共识决就是他们开始的定调，然后推给了彭正生，所以彭正生当时非常非常的生气。后来到我们调查小组的时候，才会直接告诉我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说，其实是柯文哲受益的，是柯文哲要求他这样做的。好，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波的攻势。那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你看那个起诉书的内容其实也提到，113年是去年8月的时候，其实柯文哲跟陈佩琪的赖的对话里面，他就跟陈佩琪讲说，我觉得我们就是正面应付啦，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政治破坏。然后呢，第一个时间跟谁讨论呢？是跟沈清金。沈清金当时跟柯文哲在赖的对话里面就讲说，这个就是民进党为了选票一石二鸟的政治化操作，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部分来正面迎战，凡事要请小心。所以呢，全部都开始他们的密谋就是定调叫做政治破坏，所以才会从这边开始到后来黄国昌不断的就讲黑都是赖清德的阴谋啦，就是赖清德害的啦，就是赖清德主使的。那请问一下，如果是赖清德，我真的有一个很小小的一些想法啦哈。你想看看，当时选总统的时候，如果蓝白合的话，赖清德会选上吗？那因为蓝白没有合，那照理说，所以赖清德选上，那赖清德应该感谢柯文哲，他干嘛害柯文哲呢？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举发的也是国民党举发，然后现在变成是赖清德。你言必称国民党，言必称中小平。姐后面那就不用讲了，后面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客观的，我还是很客观的讲。如果要是社会大众，我们现在以社会大众的观点来看，如果社会大众都认为是赖清德所为的话，是赖清德主导的话，那请问一下，赖清德现在民调为什么会变那么高？如果是赖清德害了柯文哲，为什么赖清德民调会那么高？大家就会讨厌赖清德啊，说你真的是政治迫害，所以没有人会认为是赖清德政治迫害嘛。可是一定要，如果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一定要这样喊的原因就是这样喊一定可以堆积出一些，反正就是反赖清德或讨厌民进党的人。对，没错。或者是你很厉害，像我们很聪明。蓝营的一些对吗？他其实就想要把这个蓝营的票再往他这边一直靠嘛，他还是要把白的部分巩固嘛。不喜欢蓝绿的，你就真的要喜欢我叫做黄国昌，我现在不叫做柯文哲。所以他现在其实是为了2026的选举做个布局。因为现在各县市都在做这个布局了，像尤其是议员。那我要提醒一下啦，因为现在呢，国民党的部分现在目前在提所谓的议员的提名，他们可能连本来白的应该让给白的那一席，可能他就会提好提满了。所以呢，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我觉得黄国昌也会忧心。如果我要是民众党的支持度，如果真的只是5%，只有7%，没有到10%的话，那真的有可能，国民党也不会理他啦。所以他现在还是要壮大这个小草。所以为什么？你看第一个那个陈志汉讲这个以后，共识决以后，他第一个先喊什么？我是柯粉，好，我是柯粉，我骄傲，我骄傲，其实就是要把那个我是柯粉，我骄傲的那些小草再拉回来。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都好。黄国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定论？他说第三势力绝对不会消灭。某种程度，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变成第三势力的扛把子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吗？已经摆脱掉所谓的柯文哲，就刚刚博弈讲，已经到后柯文哲时代了吗？2026眼下很快就到，还有2028哦。那2028最起码民众党还有1张总统门票哦，是。那现在有8席立委哦，这些呢，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变数？先讲那个
柯文哲是有遗产的，这遗产就是从你说政治遗产，政治遗产啊，政治遗产，政治遗产。让柯文哲的再次被送进土城，这是一波好的操作。因为仇恨的最容易团结柯文哲留下来的这些小草。那从小草要变成宠粉，这也有个过渡期。好，那你看到黄国昌在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完全近乎零缺点。比如说率先拿出3000万，管理不好。他表情管理都不用，就就是你很难讲什么，就是说对于柯文哲之来讲，就你有难需要交保释金的时候，我说什么朋友之间什么我就马上筹到啊。然后呢，你看柯文哲还指定就是要黄国昌接代理党主席，黄国昌连胡渣都不刮。对，但是领带有打，好不好？有打领带，头发那天很乱。对，你知道我们男生打领带的时候故意留胡渣，这是这种叫颓废风。好吧，这个很难得啊，在政坛里面那个美学观里面都非常特殊，好不好？上衣服不用看，上衣服你可以学学看颓废风的说法。黄国昌这种颓废风，你以为人人可以学吗？这不简单的，因为他前面不是这样的一些照片，当然不是，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对，那种颓废风格，对，就帮柯文哲对担心，然后这所有的心情的胡子会不会长太快了？他有擦生发剂嘛？你管人那么多，可是如果真的要救柯文哲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干这个事情。什么叫救柯文哲？就帮柯文哲说服一审。什么样叫柯文哲的胜利？你知道吗？一审无罪啊。你搞群众运动，这个不是戒严时代，好不好？戒严时代的那时候，民进党为什么搞群众运动？因为要突破集会游行法嘛，就是说多数的人一听就懂，就集邮法不对嘛。所以他虽然犯法，可是大家会去声援。好，柯文哲不管是这个收沈庆金的钱，还是图利沈庆金的金华城，图利你要解释啊，你不能讲说这是政治追杀，就说你碰了一个很具体的人，叫做沈庆金，你不解释这一块，你不会扩大的，你能够破解这一块，那群众运动才有办法帮你翻盘。可是有没有达到接收的效果？有。那至于第三势力会不会存在？会。台湾永远会有第三势力存在的空间，但是第三势力会不会是由黄国昌领导？不知道。因为第三势力会不会同意于黄国昌，或者喜欢黄国昌这种仇恨动员？我存疑。OK。那黄国昌可以接收到什么样的选民？仇恨民进党的选民，可以用这个柯文哲借而人头一用，政治上的人头。这是个非常好的祭品。OK。但是第三势力会不会是由黄国昌领导？不知道。因为第三势力会不会同意于黄国昌，或者喜欢黄国昌这种仇恨动员？我存疑。OK。那黄国昌可以接收到什么样的选民？仇恨民进党的选民，可以用这个柯文哲借而人头一用，政治上的人头。这是个非常好的祭品。OK， 在政治上这是政治正确。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柯文哲已经被羁押在土城，然后1月11号，民众党所发起的这个，大家也会观察，包括人数啦，包括现场所有的一切的状况，对，尤其对国内政坛会有什么一些的影响。有很多时候政治的蝴蝶效应你很难想象，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立法院修一个限塑法，然后罢免法监，然后跟高虹安会有关系，你想也想不到。结果没有想到昨天就告诉你是有关系，因为当高院审高虹安这个案子的法官停止审理，为什么？他觉得因为立法院组织法32条那个不明确，他觉得有违宪之余，他干脆不审了，就停止审理，然后直接要释宪。而这整件事情，我不知道义夫告诉我，对高虹安。对整个民众党、对蓝白合，甚或对国内政坛，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一件事，高虹安可以参选，如果一路下去一直提，他可以选哦，因为地治法里面的规定嘛，他地治法里面的规定就是，如果你还在一审当中、庭质当中嘛，对，
如果你是参加原选举，就是他又参加新竹市市长选举，然后又担任新竹市市长，可以。前面那一条停职马上不适用。换言之，就是如果他有本事，他当选了，他就可以继续当市长，他就可以继续当市长，因为他是原选举原职务。如果你不是，你是议员，一审，然后虽然那个议员还是可以选议员，但是如果他选上市长的话，马上被停职。台东县就有案例啊，但是他是原市长，要再选市长，他可以哦。当然，你现在变成无限期的延长了嘛？因为你现在无限期延长，你看1月2号，高院法官跟你说，啊不，我要释宪。1月2号刚好行政院提复议，对，宪诉法提复议。然后宪诉法提复议的话，依照宪法15日内立法院要议决嘛，要议决。如果不议决的话，就视同复议成功哦。行政院复议成功，对啊。那国民党如果被推翻了，就立法院推翻复议了，那总统只好公告。那一公告，哇，大法官现在连受理案件可以受理，不能评议。对，你不能评议，你就不能审嘛。对啊，评议要10个。判决要9个，现在只有8个。8个，那根本就等于说宪法法庭停摆嘛。宪法法庭停摆，立法院组织法32条怎么释宪，就摆在那边了。然后接下来呢，立法院就休会了。休会呢，大概2个月，不会有什么大法官名单进来要行使同意权的，那就停摆在那边了。停摆在那边，那高虹安就一路走下去了，一路就可以。停摆到2026，对，他一直不会面临2审嘛，因为2审判决是解职哦，对啊，就他市长整个解职哦，如果超过2分，你的任期超过1/2以上的话，我就派官派哦，如果没有，我就是要改选嘛，补选嘛，那这样一拖下去，超过任期啊，超过任期不是1/2的问题，对，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的那个市长身份哦，因为停职还是市长哦，对啊，只是停职哦，他市长身份4年不会变的，从他就职那一天到他那个2026年的12月25号，他的市长身份一直维持着，然后邱成远就带市长一路带到2026，2026，其实这一个影响会有多大？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新竹市一直是民众党一个觊觎的地方，觊觎的地方，因为是柯文哲的老家嘛。但是自从高虹安这个被起诉以后退党以后，他现在不具民众党身份嘛。是。那大家也在传柯美兰对新竹市长也有兴趣嘛。如果黄国昌新北不选，有没有可能到新竹市嘛？那会变成一个变数。那。高虹安在参选，愿不愿意回到民众党？有人说加入国民党，你们会要吗？我们不晓得，不晓得。这个我太低沉了，我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吓到我了，第一个会弃选。我们刚要先问林根仁，林根仁很重要啊，他已经被抛弃，林根仁已经不重要，然后很重要。他的选举变成你在这边会影响到哪一个地方？他马上会出现嘛？那当然，你说对全国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但是宪诉法影响全国，不是它影响全国。可是现在另外一个议题看起来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吗？罢免是，我们国民党区域立委才36个，他提名27个，75%到罢免啦。这不是罢免1、2个啊，是罢免20几个啊。对啊，而且要扣掉陈玉珍、陈雪生这种的人，还没列入哦，还没离岛都还没列入啊。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到底你们罢免的原则是什么？是国民党接到罢免吗？对，已经是不管他好或不好了吗？甚至是还有人说还要罢免韩国瑜的，对，不分区立委也要罢免了。我想说，这到底在干嘛？就说，当然了，想要罢免这个立法委员是公民的权利，我们都尊重。原来这种在元代文告里面不是还特别讲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对，都是公民更大的民主，对，更大的民主，我们都可以接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针对1、2个来罢免，把他的具体的不好的东西讲出来，大家还觉得可以理解嘛？但是你现在是要就把国民党全部罢免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政治操作已经远远
高于所谓的你想要罢免的初衷了嘛？不是削弱，是要歼灭，要歼灭国民党啊，对不对？加上离岛那几个，超过快80%啦，对，那难怪他们说要把国民党给取消掉嘛，要视线要把国民党给解散嘛。那你们要怎么回？你们有反制吗？我们反制，其实我们反制是合理的。我们反制真的就是觉得，包括一些国民党比较讨厌的一些绿营的立法委员，他可能就摆明就点了2个嘛。你们放心了，正当解散是宪法法庭的事，又被你们打架了。所以别人绿营他想法是一贯性的，他先歼灭我们立法院，再歼灭我们的国民党团。可这种做法，我觉得民众不会接受。那蓝营的反制，我觉得很单纯。我先讲，不管是想要罢绿的或想要罢蓝的，我都认为如果没有很确定的证据，不需要去浪费民脂民膏来做这个事情。不是削弱，是要歼灭，要歼灭国民党啊，对不对？加上离岛那几个，超过快80%啦，对，那难怪他们说要把国民党给取消掉嘛，要视线要把国民党给解散嘛。那你们要怎么回？你们有反制吗？我们反制，其实我们反制是合理的。我们反制真的就是觉得，包括一些国民党比较讨厌的一些绿营的立法委员，他可能就摆明就点了2个嘛。你们放心了，正当解散是宪法法庭的事，又被你们打架了。所以别人绿营他想法是一贯性的，他先歼灭我们立法院，再歼灭我们的国民党团。可这种做法，我觉得民众不会接受。那蓝营的反制，我觉得很单纯。我先讲，不管是想要罢绿的或想要罢蓝的，我都认为如果没有很确定的证据，不需要去浪费民脂民膏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累了，几乎每一年都在选举，我到底要选多少次？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我们要去辅选；立法委员罢免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我们要去辅选啊！每天都在选，不止公务人员累，公职员累，民众也累。OK，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进入这一个罢免的环节的话，那麻烦你讲一些具体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列一张表出来。那北台湾就全军覆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要罢免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跟民众来说清楚，你现在绿营，包括你绿营那些所谓的公民团体，想要罢免的真实理由是什么？要讲很清楚嘛，而不是因为说啊，这立法院在党乱七八糟，所以我要罢免你。因为立法院不是我民进党的，我要罢免你。这种理由，这种浪费公帑的情况，我觉得到最后对绿营而言反而是伤害。范老师，请问一下，有人解读说赖清德总统的元旦文告里面，是为2月1号以后的大罢免开绿灯，你同意吗？赖清德只是说，我们人民有这个权利，对，来实施罢免，因为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嘛。但是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国民党被傅昆萁给绑架了嘛。然后又被这个陈玉珍、陈雪生还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给绑架了，所以说我觉得就变成说他的整个的声望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你看到《每日电子报》12月国民党的正向是32%，比上个月减少了7.2，7.2很大哎，负声量是56.6哎，比上个月增加12.4哎，所以我觉得像什么邵小林啊说啊这个大陆人欧小林。欧小林说这个什么大陆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或者我们看到国民党提案说把中配的父母或者亲属可以纳入健保 ，OK， 这个会引发很多年轻世代或中间选民的不满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继续被，因为国民党现在几个立委都太年轻了，他们根本不懂得立法院的运作，也对相关的整个中央政府的这个运作也搞不清楚，就完全被傅昆萁牵着鼻子走。现在大家就是说。因为罢免不了傅昆萁，因为罢免不了陈玉珍，因为罢免不了陈雪生，那个地方都太难了，那我们就只能罢叶元之啊。叶元之第一阶段已经过啦，因为是我看叶元之被过了，第一阶段不能过啊，他还没到1年呐，对，所以这是很荒谬。目前来看就会过了，超前部署。对啊，这个我觉得要讲清楚了，因为毕竟还不行，因为叶元之的可能性最大嘛。那我要看的是国民党的4亿元有没有挺他 ？OK， 我看国民党的中央现在好像还觉得你问你不会就好了，我全力挺叶元之啊，还是把他当台北立体，根本还是不当回事啊！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现在是民间团体在推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真的不能等闲视之。那至于说黄国昌，我觉得黄国昌很难取代柯文哲的地位，因为柯文哲很好笑，黄国昌不好笑，他只会咆哮，对，而且柯文哲我必须要讲，他有点就是不受拘束了他就是一个没有还很不正经，这个反而年轻人喜欢。黄国昌太震惊了，每天都110眼，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对，柯文哲随便穿啊，对不对？他就是很轻松嘛。再来，我觉得柯文哲他其实他的阅读蛮渊博的，所以他可以说他想当雍正，想当康熙，他看蛮多东西的。但黄国昌，我觉得他只有懂法律，所以我觉得
我看到柯文哲就想到谁？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很幽默风趣的人，谈笑之间。看到黄国昌想到蒋介石，就拘拘束束的，很拘谨。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这样的一种形象，跟他的这种政治的这种特别的这个魅力啊，我觉得黄国昌是没有的。对，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也很难复制啊。他现在变成另外一个柯文哲，变成另外一个柯文哲也很难吧？所以我觉得真的黄国昌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他目前在党内的权力是不是那么稳？据我了解，他有可能，因为他们不分区是1任2年嘛。可能黄国昌就是我2年辞掉，其他7个不分区继续干 ，OK， 来获得其他7个不分区对他的支持，否则他的权力中心其实是相当不稳固的。不过刚才讲到罢免这个，来说要不要回应一下？1分钟。我想其实很简单讲，就是公民自觉的一个行为。我自发性的行为，他为什么要列出这27位？那他为什么不再列更多？我觉得他们因为从一开始，从3月从开始新国会上任到后来到现在，他们不断的到这个立法院前面，让民众发出了怒吼，所以他们才会列出这27个名单嘛。我觉得我们是尊重公民的一个处理，不要再把这个东西无限上纲到政治化。那你们去说服这些公民说你不要去罢免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像柯文哲，民众党应该是说服法官说柯文哲没有罪这件事比较重要，而不是在外面咆哮。国民党有人也直接讲，如果要罢的话，大家来罢。就国民党也有点名几位啦，国民党也有点名几位，所以未来2月1号就真的进入大罢免。不要告诉我2025，对，2025不是选举年，不是，2025是罢免年，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啊，就是公民自己要散发他们自己要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他们自己的论述，然后如果他们的论述可以取得多数人的同意的话，那个罢免门槛才会过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看公民团体他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影响到一般的民众。我觉得这也是跟政党，我觉得应该要脱离来看。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内来讲的话，2月1号开始那个所谓的大罢免潮是不是真的不可避免？那当然要看2月1号以后，你可以。光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可以知道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氛围，因为可能那一天开始会有发起的民团大概会有一些动作，那国民党会不会有动作？那或是有其他的一些大家值得观察的地方。柯文哲主席，那对不起，柯文哲前主席再一次被压在土城看守所，那对于民众党对于所有小草1月11号所发起的订购机，那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